霍雨森，你爱我吗？问这些有意义吗？或许是我太天真了。醒了。昨晚我们喝醉了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们结婚吧。我终于可以嫁给他了吗？他和我结婚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负责，而是抵挡家里的压力，而我就是那个幸运儿。接下来我要去出差一段时间，老宅那边你偶尔去应付一下。没有爱的婚姻有什么意义呢？晚上9点，霍玉森的接风宴，你来吗？我的老公回来了，我却要通过闺蜜的嘴知道。碎碎，再告诉你一件坏消息，南希也在。你们好好玩，我不去了。回来了。你胃不好，下次少喝点。离婚吧。离婚吧。财产方面，我不会亏待你，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跟我提。我没有什么要求。没有？那你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倒是跟以前不一样嘛。之前不是会一哭二闹吗？因为人心死了，就不会再抱有希望。我们这样好聚好散，挺好。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。离婚协议，明天我让王律师寄给你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也可以跟他提。好。解脱了，都解脱了。周岁时，从明天开始，将是你新的日子。华太太，您看，没问题就可以签字。华太太，您确定不看清楚一下？万一协议……他一向大方，不会亏待我，更何况他要是想算计我，你们这么大公司的法务可是都不过来。王律师，现在不是霍太太。那行，周小姐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。他真这么果断？是。很好。他的东西还是应该通知一下比较好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南希，我知道你是谁，周岁时，对吧？是，我找霍雨森。他现在不在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。我只怎么，离婚协议书签了，你还想反悔不成？我和玉森哥哥可是青梅竹马，我们互相了解彼此的喜好。你呢？这些事情你不需要跟我说。我已经警告过你很多次了，当初是我拒绝了他，所以他才一气之下找了你。
这3年的错误是时候该修正了。请你以后不要再给他打电话，也不要来做小三。真当他是香饽饽呢，啥样不行。喂，找我什么事？没事。早上我让张冉去过预约，房子你要卖？是的，我要卖。那你住哪？有地方住。不喜欢也。你以前不是说很喜欢那边的环境？我不过随口一提，他还记得。不过不重要了，我不喜欢了。之前找你是想问你留在预约的东西该怎么处理，现在处理好，以后没什么事的话，不用再走。随你。喂，小周啊，你到了没？我这次给你介绍的可是大客户，你可千万别迟到啊！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到。张太太，哎，小周来了。老姐，这是你叫来的呀？是啊，这位是小周，是做珠宝设计的。我结婚那会儿啊，就是找小周给设计了一套。哎呀，原来是那套啊！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周岁时，我姐结婚的那套珠宝，你该不会是抄了当初我的设计作品吧？要不是玉森哥哥心疼我不让我设计，我表姐怎么会交给你？不会吧？这不太可能。小周啊，还是挺有名气的，这种事儿他应该不会做吧？张太太，我没有抄袭。那再看。怪不得我觉得眼熟呢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现在看款式一模一样的。张太太，你是不是被骗了呀？这样的设计师一看就不入流。你真是没事找事。如果你怀疑我抄袭哪个牌子，你可以举证，也可以找专业机构鉴定。张太太，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，可以走程序。看来今天的合作没有谈的必要，我先告辞。站住！周岁时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还要闹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呀？你不该向我表姐解释清楚吗？你该不会是在嫉妒？可笑！我有什么好嫉妒你的？如果不是，那你为什么栽赃我？谁栽赃你的？我说的是事实。像你这种人，也配纠缠纠缠霍玉森？我们俩已经离婚了，你现在还没？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另有目的呀？反正我再次警告你，你最好给我离他远远的。周岁时，你别总是摆出这一副清高的样子。你就算再不甘心，你也得给我死心。南小姐，你为难我没有意义，也不用再给我发两个恩爱的照片和视频。毕竟不是人人都喜欢出渣男。你别以为你这样我就相信你，除非你离开南城。哎，我马上就要和玉森哥哥结婚生子了，到时候你看见这一幕，难道会难受吗？结婚我行，生子，你确定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劝你啊，最好还是带着霍雨森去医院挂个男科，好好检查一下，看能不能生有什么问题。不然，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就和他离婚？难道玉森哥哥他不能生？就是这样。真有你的。所以你俩这些年不要孩子，是因为霍玉森他不能生啊？你是不是抓错重点了？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，这万一要是霍玉森知道了我……怎
120啊。没事，不用了。我可能只是因为没吃晚饭，饿到反胃了。思思，你上次来大姨妈是什么时候？我不应该啊。思思，明天要不去医院做个检查？就算他不喜欢孩子，可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没有权利，也没有资格剥夺一条生命。慢慢的就好了。陆飞驰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哎呀，周岁时，你从这个方向出来，该不会是去妇科了吧？难道你私生活不检点？我可没兴趣像你一样做第三者，私生活不检。陆飞驰，注意你的言辞。那也要我该怎么说？啊，是你妹妹，她便宜你，可没少给我发你们俩恩爱的照片，难不成都是你吸的？你可不要随随便便就撵人。结婚3年都没看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离婚之后打算自己后悔幸福，够了！以后我们不要见面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联系。我见过你祖宗十八代。你。喂，她怀孕了。我知道。你在做什么？没什么呀。拿着什么？啊，我刚刚看他情绪不对，这不是害怕他得了什么不该得的病吗？那万一传染给你，还要植体检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走吧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先带你看医生。嗯，好。我绝对不会给你生下孩子的机会。怎么看到我很意外？你就是那个要买房子的人啊！你可真不要脸啊！我知道你和周岁时是好姐妹，但我劝你少管闲事儿。今天我就是要来羞辱她的。你行啊，那我带你进去看看。这个客厅啊，坐北朝南，宽敞通透。以前啊，我和霍医生经常坐在这儿看电视、聊天。你看这沙发都被我们弄得变形了。这楼上啊，就是我们的卧室，冬暖夏凉，床很软很舒服。如果你不介意是别人睡过的床和房子，大可以留下，运动起来不伤身。这里呢，这是书房，他经常会在这办公，我呢就会给他送牛奶。我俩呀，经常在这儿聊到天亮。
高啊！我姐妹是真高。南希要来羞辱穗穗，可穗穗随便介绍房子，她就破防了。你笑什么？没，我就觉得我闺蜜给你把这个屋子里的细节、地点都介绍的挺清楚的，到时候呢就方便你跟你那个男主人就在这屋里到处调情啊！好啊，周碎石，这房子我要了。你不就是缺钱吗？那我再多给你20万。你真以为我会住这房子里面吗？我不过就是想让你变成落水狗，无家可归。好啊，这房子我卖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耍我啊？你可以这么想，毕竟你都这么诬陷我了，我不给你点回礼，显得我不厚道吧？别人撕小三啊，都是拖家带口把你打成无眼亲，我呢就宽容点，毕竟我已经决定把垃圾送给你。周碎石，你给我等着！姐妹，你太牛了！本来我不想再和他们产生任何瓜葛，可是他送上门自取其辱，那就别办了。没错，这种人就不该惯着他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下班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豫园那边的房子开个价，多少屋子？我买。你给南希买？啊，南希她说喜欢那边的环境，周围呢暂时没有地段合适的房子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套房子不卖给小三和出轨的渣男。周碎石，你能不能别把我这个人看得那么肮脏啊？那你就跟我打官司。如果法官说离婚之后判定财产，还能再判给你，那我二话不说就可以。你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！你怎么了？周碎石，你从这个方向出来，该不会是去妇科了吧？难道你私生活不检点？她怀孕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最近吃坏了东西，胃不舒服。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你想要什么？可以跟我提，我补偿。房子卖给我。是我妨碍你的事。霍雨森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明明心里有人，你为什么还要再来招惹我？南希跟我们离婚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滚！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！宝宝，对不起，妈妈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妈妈也会护你平安长大，不会再让你过得像这样我。哎，你这做女儿的就不知道主动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到死也不想见那爹了啊？当初你为了你的小三和他的女儿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可是说让我一辈子都不要滚回来。你周碎石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哎，我白养你，知道吧？是吗？从小到大都是我外婆花钱养的，就算我去你那儿住，也是我做饭、打扫卫生。我外婆甚至还给你钱了。到底谁才是白眼狼？
哎，行，我今儿个不跟你交情这些啊，我呀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，明天你过去。没空。好，你听着啊，如果你明天不去相亲，我就把你赔偿。我妈当初就是因为你出轨才一跃而终的，这么对她。只要你乖乖去相亲，我就不能把她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就这样。是的，都可以解决，让对方看不上我就行。你好，请问您是来相亲的吗？哦，你就是周小姐是吧？快请坐，快请坐。不错，一看就能生儿子。那个，我这个人呢，没什么要求。我先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呢，离过2次婚，前面那2个吧，一个一天就知道花钱，一个好吃懒做，都不是那过日子的人。我看你这打扮的流光水滑的，估计也不少花钱吧？这一点呢，你得改。以后咱们结了婚，你就在家相夫教子，我1个月给你3000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周飞说，离婚之后你就相信这样的对象？可以呀，我都能接受。这么痛快？不过呢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要求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？你都这么通情达理了，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你说。我呀也离过婚，不过你放心，财产分割绝对干净，我不会和前任藕断丝连的。你离过婚呢？对呀，而且我现在还怀孕了。你看看，你介不介意做接盘侠？你放心，这孩子出生肯定喊你爸。真怀孕了？这孩子出生肯定喊你爸。你还要不要脸？怀孕了还出来相亲，还想让老子当接盘侠？大哥，你别激动嘛，你自己也是离过2次婚了，而且啊，你这么小肚鸡肠，每个月只给老婆3000块钱撑起整个家庭，我都不嫌弃，让你做个接盘侠怎么办？3000块钱很多吗？这一看就是个凤凰男。3000块钱还不够吗？一个月吃吃喝喝能花多少啊？本来就靠男人养，还想要求那么多？听见没有？3000块很多了。也就你这种下头男觉得多吧？女人舍弃一切在家带孩子，她1个月赚钱3000块钱可打不住吧？你们男人怎么不说自己不上班在家带孩子？这样你们还能1个月获得3000块钱的巨款。小姐姐说的对，他到底在闹什么？3000块还不够你花，一看你就是个败家娘们儿。这3000块我也没想要，我们结婚之后啊，就自个儿过自个儿，你还能白白捡个便宜儿子或者女儿，他一出生就喊你爸爸，这不好吗？你真是有病！你给我等着！搞定，简简单单。他都听到了，他都听到了。女司，你放开我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怀孕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？别说我没怀孕，就算我怀孕，这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，你刚刚是骗我。刚刚和我相亲的那个人是什么德行？没看到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出来相亲？
你从来不了解我的生活，也不知道我的苦衷。你现在在这质问我有什么用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些事情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不是吗？即使我们现在离婚了，但是离婚前说过的话都算数。如果你有麻烦，可以来找我。不必了，我只希望离了婚之后，能够断清一切，和你不要再发生任何关系。喂，周翠石，你是不是真想让我扬了你妈骨灰？我费尽心思给你找相亲，你就给我搅黄了。我费尽心思给你找相亲，你就给我搅黄了。所以他是被他父亲有母亲的骨灰逼出来相亲的。还有，你什么时候离婚了？还怀孕了？周翠石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这是我的事，和您没有关系。你是我女儿，还就有关系？那难道你谁啊？彩礼都没给，父母见了你就结婚，他就是没把我当回事儿。你不管我的死活，现在倒是来惦记我的彩礼了。结婚3年，他从来没和我说过他的事，我好像真的从来没有去了解过他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赶紧来吃饭吧。我吃过了，你自己吃吧。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今天晚上陪我一起吃饭吗？突然有事。顾一帆，你不是觉得你变了？结婚初期，我们好歹还能一起吃饭，但现在你连答应我的事情都办不到，甚至这2天我有事情找你说，你要么就是接电话，要么就是不想听离开。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妻子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？是我无理取闹，我以后不会。周翠石，我看啊，您靠自己女儿发财的愿望是要泡汤了。毕竟我现在怀孕了，没有人会愿意当接盘侠。你就是个负罪人的东西！你又要干什么？带你去医院。我没病。我要看你到底有没有怀孕。霍雨森，我真的是给你脸。周翠石，我为了躲避相亲，我骗那个相亲男怀孕有什么错？你凭什么干涉我的事情？我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陪你去验证这件事？周翠石，你应该知道骗我会有什么代价。我不屑于保存一切和你有关的人或者事。你以为你很厉害吗？我又不是非你不可。一旦我有了你的孩子，我又和你纠缠不清怎么办？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但凡我有了孩子，我会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打掉。你别白日做梦，神经。他到底是不是装的？哎呀，终于下班了。来，我们晚上去吃水煮鱼吧。不了吧，最近不太能吃太荤腥的东西。那不行啊，你也得吃点有营养的呀。要不我去买食材回来，我们自己做啊。这谁啊？有没有素质？我去看一眼。周律师，给我滚出来！周律师，给我滚出来！找你呢。我出去看看，赶紧休息一下。哎，来者不善。
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周翠石，给我出来！周翠石，给我出来！周翠石，周翠石，你个不孝女，赶紧看，快，快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这工作室不错，一年不少挣吧？还行，以后跟他在一块儿，不算丢我的脸。这是你妹妹，今年考入大学了，以后啊就在你这边，你来照顾她。当年我在家里，是您那小三说不允许我早回家，连带着你这个女儿对我非打即骂，您让我照顾她。这荒唐！那是她小不懂事儿，你们是亲姐妹，一定要相互扶持。姐姐，从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你别和我一般见识。但以后我肯定会和你好好相处，并且以姐姐为尊。看见没？你妹妹多懂事儿！我不同意。啊，对了，你怀孕那事怎么回事啊？那男的是谁呀？跟你没关系。我是你爸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现在把男的叫过来见我。哎呀，平白无故的啊，把我女儿娶了，把肚子搞大了。这事儿不拿点钱，我跟你说啊，解决不了。爸，您先消消气，千万别为了一个外人气坏了身子。姐姐她这么做一定是有苦衷的，她肯定不是故意乱搞。你现在才帮他说话呀？今天这事儿解决不了啊，你肚子里这个别想活。这种人也配当父亲？解决不了啊？有什么解决不了？非法闯入加上寻衅滋事，我就不相信警察解决不了，法官解决不了。你干什么？那白眼了啊！非给野男人告我是不是？说清楚。对了，我是你，这儿的监控都开着呢，你再闹，最好闹到你这个宝贝小子那女儿进了局子，留下案底，他这辈子就敢！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当爹的，你对碎碎不闻不问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还想道德绑架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要脸，我就比你更不要脸。到时候我天天往你小女儿大学贴吧里发你的光荣事迹。爸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既然姐姐不肯帮我们，我们就别为难姐姐。我呸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不知检点的白眼啊？啊！一同走！或许我有办法。是谁？别多想了，我和他早就没有父女之情了。那就好。怎么了？恐怕我们有麻烦了。谁呀？郑太，兰溪的那个表姐，污蔑你抄袭那个。算了，我接电话。喂，郑太太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终于肯接电话了，小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这周末我过生日，要举办一场宴会，你也一起过来吧。不好意思，张太太，你这周末没空。哎呀，小周，我都问清楚了，上次的事情啊都是误会，我这次叫你来呀，就是想解释清楚误会，顺便再给你介绍几个客户。好，那周末见。都知道这麻烦，去干嘛呀？我不答应他们也会只帮你。这关乎我之后的设计之路，我们不能任人宰割。我陪你。不用，你在外面反而能更好地帮我们。那你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可能伤害我的孩子的。好，反正有事你喊我。玉森哥哥，这盘菜我惦记了好久，一边尝尝你喜不喜欢。玉森哥哥，那你想喝点什么呀？要不来杯红酒？
玉森哥哥，是不是菜不合你的口味呀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最喜欢吃牛肉了吗？我是按照你喜欢口味点的呀，这怎么不合你的口味了呢？今天呀，我们吃炒牛肉，你给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就好，特地按照你的口味做的。还有这个，尝尝看。你也吃。玉森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那你要是不喜欢吃，那我们重新点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吃这些。那要不下次在家里做菜吧，我来下厨好不好？你不会把厨房烧了吧？你看不起谁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厨房烧了呢？别把我当小孩，我可不小了。你不一直都是小孩吗？不是，你才大我几岁，反正我不听，你不准再觉得我小了。其实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，玉森哥哥。啊，对了，前段时间叔叔阿姨跟我说了你和我的婚事。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照顾你。但是婚姻，我给不了你。为什么呀？你明明已经答应过我。我答应过你会照顾你，但其他的我没答应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婚？差不多了，我让程海送你回去。距离小家伙出生还有8个多月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我们才能彻底隐瞒他？霍雨森不想让我生这个孩子，但他要是知道的话，不行，等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，我就搬走。周醉是，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不想要孩子？居然敢背着我怀孕！请放开孩子，求求你！你以为生下这个孩子，他就能成为未来霍氏的继承人吗？周醉是，你这辈子也想靠着霍太太身份上位，连南希的一根头发都不如。我不会的，我会带着孩子离开，再也不出现在你的世界里。求你放过他好不好？她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我给我生孩子的人比比皆是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该死！不！沙漠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绝不。
表姐，表姐，生日快乐呀！你能来呀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最近准备怎么样呀？是不是要结婚了呀？别提了，那个周岁时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，让玉森哥哥魂不守舍的。上次我们出去吃饭，饭还没吃完他就送我回家了。这个周岁时可真该死！离婚了还阴魂不散吗？表姐，玉森哥哥有权又有钱，谁能比得上他呀？再说那个周岁时还怀了他的孩子，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。那可不能这么算，我们得先毁掉他的名声，说不准他状态糟糕，孩子直接就掉了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背上杀人凶手的罪。没错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好。你怎么对付他，我没意见，但是要注意分寸，别盯着我的脸。放心吧，表姐，我心里有数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周易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，爸爸说这里有个宴会，让我来见见世面。我和门口的保安说我是你的妹妹，他们就放我进来。我不是你姐姐，如果你以后再打扰我的名号做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各位，人都到得差不多了，那我就简单的讲两句。其实我今天是不打算举办这个生日宴的，但收了大家这么多礼物，我总不能全部私吞了吧？啊！欢迎各位。张太太，你要是不办宴会的话，那就可就太不公道了。不过还得祝福您18岁生日快乐，永葆青春。对对对，我今年18。其实呀，我今天举办这个宴会还有第二个目的。小周，来。周岁时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，周岁时，周小姐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早就听说过设计师周小姐的大名，没想到这么年轻漂亮。是啊，张太太看人的眼光不会错。周岁时，你完。那是当然，不瞒大家说，我现在戴的这条项链就是小周给我设计的。如果大家有需要，都可以找他。这么好看，哎，我最近正准备给我太太置办一套珠宝。哎，周小姐，你有没有时间？原来是周小姐设计的呀，可不可以加个联系方式，我们再好好聊聊？我也需要。表姐，你说你这条项链是周小姐给你设计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一直以为你戴的是我给你设计的项链。怎么？周岁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抄袭我的作品！周岁时竟然明目张胆的抄袭别人的作品，还送给张太太，真的假的？南小姐可是张太太的表妹，她也是很有名的珠宝设计师，她说的应该不会有假吧？那这女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！骗谁不好，骗原作者表姐。大家看，这张是我的设计图纸，这张是我的成品拍照。大家还可以看一下我表姐脖子上戴的项链，竟然有8成相似，这妥妥的抄袭啊！是。大家还可以看一下我成品创建的时间，明显要早于这位周家。周岁时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西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
虽然这两幅设计图的确很像，但是小周应该不会是那个人吧？表姐，你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现在都已经铁证如山了，你可不要再被他蒙骗了。周岁时，亏我表姐这么相信你，她把结婚的珠宝都亲手教你设计，而你却拿抄袭的珠宝欺骗她。今天如果不是我站在这里指出来，你还打算欺骗她到什么时候？你还打算继续诓骗我？我将以诽谤和污蔑的罪名起诉你，届时你将在设计界再无容身之处。周岁时，你还敢狡辩？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看在大家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大发慈悲的给你个钱。南小姐还真是善良。今天只要你在这儿给我磕个头，道个歉，那我就可以对这个事情既往不咎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证据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给我泼脏水？你可真是不要脸啊！你抄袭还这么理直气壮。各位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我好像是被狗咬了。要是我就赶紧下跪道歉，这个时候还打肿脸充胖子，有什么意义？这就是不见黄河心不死。周岁时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你设计的项链明显模仿我项链的设计理念，就连配色都有80%是在抄袭我的作品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跟我狡辩？姐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难道还要嘴硬吗？这条项链你卖了张太太价值500万元，已经构成了大额犯罪。南小姐现在愿意给你机会，也是毕竟认错了。你怎么知道是500？这又不是什么隐私，我随便听听就知道了。周岁时，你到底承不承认你在抄袭？我的耐心有限，我只给你5个数的时间。姐姐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你还是赶紧给南希小姐认错吧。你以为我在这里跟你空口无凭吗？我现在不仅有物证，我还有人证。赶紧揭发这个抄袭狗吧，他都这么执迷不悟了。南小姐，你可不要手下留情啊！就是，我这辈子最痛恨抄袭狗了，赶紧报警。是吗？那我倒是想看看，你这个人证是谁？周岁时，既然你不要脸，就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了。你这个姐姐呀，我好言相劝她也不听，那你今天也不用为她隐瞒了，就把真相告诉大家吧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看着周家的名声就这样被你败坏，我只能答应灭亲了。我作证，他确实抄袭了南小姐的作品。我作证，他确实抄袭了南小姐的作品。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？我是你的亲妹妹，当然是为你好啊，姐姐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之前保存了南希小姐的设计图，但是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为了借鉴和学习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抄袭。过了实情就要承认，姐姐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周岁时，你看现在连你亲妹妹都出来指证你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亲妹妹都这样说了，这肯定是抄袭无疑了呀！这可是送给张太太的结婚首饰，她就这么不重视别人的婚姻吗？怪不得霍少会跟她离婚，这种品行不端的女人怎么能配得上霍少？霍少，霍雨森，周岁时居然跟过霍雨森，那他肚子里的孩子……周岁时枉我那么信任你，还把你介绍给大家，你就把我当傻子耍吗？张太太，我本以为你为人爽朗正直，今天叫我过来也是想解开我们之间的误会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是非不分，诬陷我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？周岁时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跟我表姐这么说话？姐姐，你要是有气，就全撒在我身上吧，还是赶紧向南希小姐和张太太道歉吧，别再丢我们周家的人。道歉？晚了，周岁时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！
你竟然敢打我！怎么样，没被打坏吧？你看看周岁时敢在我的宴会上对我表妹动手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人善可欺啊？不，我觉得你要么就是恶人鬼见愁，明知道我没有抄袭，还设计害我；要么就是没有脑子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。你好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说我。表姐，你还跟他废话干什么呀？他不仅抄袭了我的作品，还敢动手打我，我看他就是活腻了。姐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逞强啊？如果你……还有你，明明口口声声喊我姐姐，却一直帮着别人说，我看你和你那个爹一样薄情寡义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可都是为你好啊！你今天打了南希小姐，以后你可怎么办呀？她可是未来的霍太太。人品败坏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打，还诋毁自己的妹妹，这种人渣怎么会在行业里出现呢？是他不配做人，这根本不是行业问题。表姐，你看他，敢打我表妹，欺负我们没人吗？来人！想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拿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周岁时，我看我真是给你脸给的太多了，我看你现在还怎么办？霍总来了。他就是霍总了。周岁时居然有一个这么帅的前夫，他凭什么？如果我能嫁给他的话，玉森哥哥，可算来了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呀！这前妻和现任一起登场，不知道霍总会怎么处理啊？那当然是维护现任了。为什么离婚？那不就是嫌弃了吗？南小姐可比周岁时强太多了。就算周岁时是个有名的设计师，那又怎样？现在还不是个抄袭狗，以后他算是没救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样的，前段时间我表姐结婚，让这位周小姐给她设计一套珠宝，可她却抄袭我作品。周岁时，好不容易打拼出的实力，你非要毁了自己呢？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坑钱，你就认定是我抄袭？你看看他呀，就算你来了，他还是死不悔改。周岁时，你别狡辩了。玉森哥哥，他一直都不承认他抄袭，我都说了，只要他给我下个跪道个歉，那我就可以原谅他了。可他不道歉，他还动手打我，你看看我的脸都肿了。听他的，要不你知道后果。姐姐，你这样一直逞强下去，结果就会身败名裂。早一点认错不好吗？南希小姐不会把事情闹得太大，给自己留点颜面，不好吗？是他抄袭我的话，你会让他给我跪下道歉？西西不可能做这样的事，反倒是你，周岁时，别再让我失望。对，我都忘了，你就是个瞎子。这件事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是你抄袭我表妹，现在你反而要追究？周岁时，这一次你已经构成了诈骗，我要起诉你。那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是谁先动的手。你们看，警察来了！谁报警啦？当然是我，因为我有证据。我们接到报案，涉嫌抄袭诈骗，请问哪位是报案人？是我，他抄袭了我作品，还反倒诬陷是我抄袭他，并且在言行举止上侮辱。还有他做伪证，说看见了我抄袭的过程，现场发生的全过程，我都录音留证。请提供证据。
各位，请看我手中的这幅设计草图，这是穗穗在1年前设计的。这个好像就是张太太脖子上的项链。刚才南希小姐的设计图已经公布了，是半年前设计。没错，我今天还带来了2位专业的鉴定人员，我想这2位应该有人认识。我知道他们的确是鉴定机构的人。那太好了，有警察同志作证，大家就更没什么可怀疑的。周穗石报警，这个人又找专业人士，难道真的是南小姐在说谎吗？他难道是北海捉贼吗？你好，你帮我鉴定一下这幅画上的笔迹是什么时候？鉴定好了。没错，这个设计图是13年前画的。13年前，真的。所以，抄袭的人真的是南希。这幅作品是我之前没有做成成品的设计，前段时间张太太找到了，提出的要求正好和这幅作品相符，我就用了这个款式。都是假的，是我想出的灵感，被他偷偷记下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当初南希不是和我说是周穗石抄袭的吗？所以是南希说谎，就是让我反咬周穗石。已经完成初步调查，请2位跟我们走一趟做进一步调查吧。警察同志，我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不如让我们私下调解。南希利用我的设计，都不知道谋取了多少。以前我是不知道，现在我有权追究。罗翠石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，别逼我。是他污蔑的我连反击的权利都没有。律师，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屁话？罗翠石，你再不交代，就会被判刑。你才刚成年，还没有上大学，你确定要毁自己的人生？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我再不说，我会不会前途被彻底毁掉？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像表面这样。警察同志刚刚已经说了，只是做进一步调查，还没有要判刑，最好实话实说。我们10年都没有见过，你是怎么亲眼看到我抄袭他？你要是再有理，只会加重良心。你要是再不老实交代，之后我是不会同你和解的。你的大学梦就等着破碎。我全都说，是南希，她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来诬陷姐姐。可是我真的太缺钱上大学了，这才铤而走险的。我愿意把所有的钱都还回来，求你们不要抓我，求你们！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收买过你？那不然呢？你抄袭我的作品，还找人做伪证诬陷我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却在说谎，不是收买是什么？姐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一时迷了心窍，我不是真的要陷害你的。把他们带走。放开我，我是冤枉的！放开我，我已经招了，我什么都招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抓我？放开我！霍雨森，你明知道我是被冤枉，还要质疑我，还好我们离婚了。周翠石，这里是，这里是医院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翠翠，放心，我的孩子，你放心，放心，孩子没事啊。师兄，霍雨森那个混蛋，一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欺负你，离婚就离对了。你这会儿饿不饿？我给你买点吃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你在这休息。周翠石怀孕了，我的。这和你没关系。你不会撒谎，除了我，
没有别的男人。不打算告诉我？霍雨森，你以为你优秀到我非你不可吗？我的孩子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既然你知道我怀孕了，那应该也知道我怀孕多久了吧？最后一次他喝醉了，应该想不起来了吧？我们好像的确有3个月没有同房了，难道这个孩子真的不是我的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霍总就请回吧。周岁时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应该知道得罪我会有什么下场。霍总，南小姐消失了。南希刚进去就被他保出来了。谢谢，这家店口碑还不错，你要尝尝。来，水水，你怎么了？霍雨森知道我怀孕了。啊？他说什么了？不行不行，他都知道了，南希肯定就知道，他一定会来找你麻烦的。你别担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先喝汤吧。都是霍雨森这个混蛋，离了婚了还不放过，最后遭罪的还不是？我有想过他会知道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。都怪我自己疏忽大意，我还以为没事的。碎碎，你别自责，这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到时候肚子大了，肯定还是瞒不住的。你毕竟还在这里上班，南希将来还是会知道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防着南希。我有办法。什么？你想，你们当初结婚是为了应付他家里长辈，现在只要你说你怀孕了，他家里人一定会保住你的呀。没用的，他家里只有他奶奶喜欢我，但他又不能做主。他妈妈很强势，一直希望我们俩能够离婚。现在如他所愿，是不可能承认我肚子里孩子的。这，西西，你别吓妈妈，开门出来吃点东西好不好？你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，你想让妈妈担心死吗？我来吧。他一直喜欢你，于森，靠你了。南希，开门。我不，你都不管我死活了，就让我饿死算了。我如果不管你的话，怎么会把你救回来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我不饿。你不是不饿，你是饿过头了。不吃东西的话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我吃不下去，我想吐。想吐？那这样，我去叫医生。不行，玉森哥哥，你别走，我不想去看医生。看医生是不行的。玉森哥哥，她怀孕了，你会跟她复合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找我和他找你，他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还能说些什么呀？你们刚离婚，他就怀了你的孩子，那肯定是想跟你复合啊。除非那个孩子不是你的。孩子不是我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就算是我的，我也会去让他打掉。放心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吃饭的话，我马上去跟他复合。我吃。终于等到他。
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呢？吃椰子鸡。椰子鸡，行啊，那我们走。走。中腿了，有事没？应该没什么大事。抱歉，没事吧？要不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没事，不用了。真没事啊？你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不许逞强。真的没事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咱们还是去趟医院吧。没事儿，我们还去吃椰子鸡了。我随便带了药，只要睡了一下就好。走吧。碎碎，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一定要说，你现在可是2个人。放心，没事。都怪霍雨森那个混蛋，遇到他以后就没一件事是顺的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跟他没关系。以后我跟宝宝一起相依为命，霍雨森应该也会跟南希过得很好吧？霍雨森那个混蛋，根本不配当孩子的父亲。孩子果然是我的。周岁时，究竟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周岁时，我原本还佩服你离婚的果断，没想到就是你的欲擒故纵。你以为你这样玉森哥哥就会跟你复合吗？你滚开吧，这个小三儿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啊？你出小三儿呢？我今天判死了你的罪！就是你呢！你这小三儿，凭什么想让别人回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救命！不要过来，我追这小三儿！是你让他回去，还是要我？我自己来，姑奶累。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。这可是南希自找的，和欢欢没有关系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一个人，绝对不会拖累你。你要是担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打掉。你不配是我的孩子。你要是敢打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还不如杀了我！周岁时，你疯了吧？你竟然敢打玉森哥哥！玉森哥哥，你没事吧？脸疼。孩子都不想要的杀人凶手，不该打他。你别逼我亲自动手。看来玉森哥哥是真的讨厌周岁时。我说了，除非我死。周岁时，你想生孩子和谁不能生啊？非要和玉森哥哥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干什么你？岁岁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怎么办？岁岁，周岁时，不行，绝不能让霍雨森带岁岁去医院，他会打掉孩子的，孩子可是岁岁的命啊！你别过来，我不许你碰他！让开！玉森哥哥不会心疼了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他，这是怎么了？先生，救命！去医院。放开他！玉森哥哥，这个女人明显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，她不值得你这样照顾她。霍总还是管好你自己的女人吧。玉森哥哥，头好晕啊！岁岁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的孩子啊，你放心，孩子都没事啊。那就好。啊，岁岁，你今天能安然无恙，多亏是李先生。还好没让那个混蛋带穗穗来医院，不然打掉孩子，穗穗怎么受得了？他不是之前撞到我的那位吗？真是谢谢你了。之前是我撞到你，送你来医院是我应该的。
不行，医生说了，你得静养。没事。等我出院了，一定要请你吃饭。很期待与你的下次见面。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？人家还救了我，我是不是想多了？你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有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啊，欢欢，就送下这位先生。好，不用那么客气，走了。碎碎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日思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。是不是完蛋了？师傅不是货，是货懂货。接一下。喂，伯母。改口都挺快嘛。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发个地址给你，明天上午10点见我。好。他肯定是知道你怀孕了，他一直都想让霍玉森跟南希结婚，他这次不会让你打胎吧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孩子。伯母，坐吧。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那我就长话短说，开门见山吧。你不用太紧张，我没那么凶吧？我有个朋友开珠宝公司的，在我们那儿很有名气，公司规模也很大。你要是想尝试新的机会，我倒是可以介绍你过去。多谢您的好意了，不过我无功不受禄。倒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我也有事要拜托你，就当是一次交易吧。你要是觉得这个交易不好，我们还可以后面继续聊的。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。既然离婚了，那就把孩子一起打掉吧。以后我会让你一帆风顺的。这个孩子是我的，我是不会利用他给霍家添麻烦。都说人要有自知之明的，尤其是普通人家，一旦牵扯利益关系，很多事不是嘴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。这个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心直口快是最容易得罪人的。孩子月份小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宝宝，妈妈一定会护着你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喂，老板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今天一大早就有人来检查我们工作室的消防设施，说不过关。我本来不觉得有问题，但刚刚又收到猪猪辞职的消息。猪猪，他为什么辞职啊？因为有人威胁他，如果持续这样，我们工作室可能就开不下去了。好，我知道的，我会解决的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在。你好，我想见霍总。想见霍总啊，要预约。我是他的朋友，能麻烦你帮忙问一下吗？既然是朋友，
还用通过我这边呀？撒谎前能不能先打个草稿啊？公司规章制度，没有预约不能见霍总。又来一个做梦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真恶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找他真的是有要紧的事。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？再不走，我就要喊保安了。你们这种女的，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？整天想着走一步，就你也配见我们霍总？如果你们霍总知道你是这么当前台的，你还能继续留在公司吗？你算老几啊？我们霍总让我在这里当前台，就是因为我优秀。好，那我现在预约多久可以见到他？半个月。不行，半个月之后黄花菜都凉了。您好，您呼叫的用户暂时。烦不烦呀？装模作样给谁看的？要打电话给我出去打！您来啦！霍太太，想必您是来找霍总的吧？您随便进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当然是霍太太呀！听到他刚刚叫我什么了吗？叫什么跟我没关系。兰心，我要见霍雨森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见玉森？周岁时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有多远就给我滚多远，不要再来打扰玉京哥哥。兰心，只要你同意让霍雨森见我一面，我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们的生活。原来是个小三儿啊！在我们霍太太面前还敢这么嚣张，真是不要脸！我不是小三，请你注意你的言辞。兰心，我来找霍雨森是有重要的事情，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玉森哥哥说了，他不想见你，你让他感到兰心，我只是想见霍雨森一面。够了，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？保安，赶快把他赶出去，免得这种恶心的人污染空气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身上的味道真是难闻。周岁时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像是一条没人要的狗，而我是高高在上的货代。兰心，说了这么多，还不是你不敢让霍雨森见你？你打从心里觉得你自己比不上我，还是说你觉得霍雨森心里放不下，想要和我就情复恋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比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你最好适可而止，不然我就和霍雨森重新开始。你敢？该是啥？霍太太，您没事吧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他抓起来！放开我！周岁时，给我搞清楚状况，我才是这里的女主人。放开！哎呀，好疼啊！好疼啊！胡慧生，干什么？霍太太，您没事吧？玉森哥哥，你看他呀，他打我，好疼，脸都红了。霍总，这个女人不但对霍太太动手，还语言侮辱她，甚至还不要脸的说要跟您在一起。刚刚不该打南希的，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？毕竟还有事要找霍雨森商量呢。周岁时，霍雨森，我有事要和你单独商量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单独见面。谁知道他会用什么手段勾引玉森哥哥？玉森哥哥啊，这个女人心机那么重，你可千万不能跟她单独见面呀。南希，他这么爱你，怕什么？可以谈谈吗？你没听到我刚才说什么吗？道歉可以，下跪也没问题，只要你让我跟你单独谈。好啊，那你现在
这个我真的。我下跪，你同意，那我就当你默认。够了，带他去办公室。是，朱小姐。玉森哥哥，霍太太就这么放过这个小三吗？公司不需要人品这么劣迹的员工，你被看中了。不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说，昨天你妈来找我，她和我说，希望我打掉孩子，不要留下来。霍雨思，我从来没想过拿孩子做文章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夫妻3年的份上，放我一条我既然我离婚了，就没打算复合。孩子是我的，也只会跟我姓。无论是你，还是你妈，又或者是南希，谁要是敢动我的孩子，我就和谁鱼死网破。周介石，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资格跟我鱼死网破？如果这个孩子没了，我会拼上我的性命，去还所有伤害我的人。或许离开这个城市，才能更好的逃脱。来，碎碎，你多吃点，这2天你都瘦了，你现在可是双身份。好，欢欢啊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可能要跟你说声抱歉了。你这是说什么鬼话呢？我想退出工作室，今后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哪行啊？不是，你别急啊，我们肯定能想出办法的。我不离开，大家都不好过。而且我现在怀孕了，每天都忍不住，的确是想发疯了。而且我马上就离开 A 城了，这顿就算是我们的告别饭吧。只是顺便带一摊烂摊子传给你，以后要辛苦你了。你突然这么见外干什么？都怪霍雨森那个死渣男，不然你也不至于放弃这么多。没事，前面受的苦换来一个宝宝，值得。那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你在这儿我还能照顾你，我们肯定能熬过去的。大不了这工作室不要了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这个工作室都是我们2个人的心血，我们2个谁都不想看到它消失，不是吗？好啦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我又不是小孩。那既然这样，你走的时候我送你。不行，我们2个一起走更容易暴露。碎碎，好啦，欢欢，你别这样了，我们之后还是会联系的，不是吗？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，等我对接好工作就去找你。还有脸喝水，周岁时，你到底得罪谁了？你害得你妹妹被人往死里整，知道不知道？今天你最好说清楚，我要是不来，我还不知道你干的好事。你妹妹差点被你害死。这是她咎由自取。既然她封了前攻略我，那就得做好被反击的准备。而且，我告诉你，周岁时，周一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也没打算放过我。这件事儿是你招的。你要想不出办法解决的话，就让你吃不了喝不了走。啊，反正周一也出不来，我是你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既然我刚才挨了一巴，那周一就得在里面多待2天。就算我有办法让他出来，我也不会。刚才是爸爸冲动了。他现在在里边待了这么多天，也不知道会遭什么罪。你要是有办法，你就帮帮他。就算我麻烦你了。他为什么要在宴会上诬陷我，抄袭别人的东西？尘封了，我不追究，已经是我宽宏大度。你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告他出不来。你信吗？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恐怖？我竟然不敢挑战他的权威。算了，为了小女儿。
顾雨森，我要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，我们此生不再相见。雨森，你该跟南希结婚了。别忘了，当初人家救过你的命。我暂时还没有结婚打算。门当户对的婚姻，对我们霍家有益无弊，而且你要懂得感恩。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来对待，但是我不会娶她。更何况，我霍家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女人来巩固地位了？胡闹！你真以为你翅膀长硬了，我就管不了你了是不是？妈，你最好还是不要四处宣扬，要不然丢脸的还是我霍家。雨森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能娶我？我明明那么爱你。西西，是因为周岁石吗？你还爱他的，对不对？他都已经不爱你了，到处都在算计你，你为什么还是忘不掉他？南希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和别人没有关系。雨森，再说的话，连兄妹都没得做。雨森哥哥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讨厌你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再有下一次，我不敢保证周岁石他们母子平安。西西，如果这个孩子没了，我不是我的心，是我所有生恨。不好了，周小姐消失了。这3个月来，我没有闲着，在照顾自己身体的同时，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工作。因为离开了那个地方，我身体状态极好，就连几次孕检都没什么问题。你好，我是来拿报告的。哎，谢谢。周小姐，周小姐，这么巧啊？好巧啊！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家就在这附近。你是来做检查还是不舒服？哦，我来做检查。一个人？我老公工作忙，没时间陪我就来拿了报告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救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请你吃饭呢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晚上吧，下午我还有点事儿。可以啊。喂？喂，我现在到机场了，准备接驾。你回来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我来接你。等你来机场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去你家。顾先生，你介意今天晚上我多带个朋友吗？上次你见过他。可以啊。喂，谁？我怎么听到个男人的声音啊？晚上要我当电灯泡？别胡说，这是之前救过我的顾先生。你今天过来，我们一起聚一聚。啊，这么巧吗？行，那你发我地址。晚上见。欢欢，岁岁，想死你了。我也很想你啊。我看看，不错嘛，果然没骗我啊。顾先生还要稍微晚点再过来。岁岁，他怎么来了？岁岁，不会是他这段时间一直监视我吧？走。放开！周岁石，我要查一个人的住址，可并不难。霍雨森，你放手！你再不放手，我报警了。欢欢，我和他聊聊，你在这等我。可是你小心点。好，跟我走。你又找过来想做什么？离他远点。所以你就想聊这个？你想要留着孩子，我已经不打算阻拦你了。但是顾和之不行。这是我的事，和你无关。
你肚子里怀的可是我的孩子，你以为顾家能容纳你吗？你以为我有这么傻？我最后悔的事就是跟你结婚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去打掉？我的孩子想怎么处理，和你没有关系。顾和之不是什么好人，如果你真的想保护孩子，离他远点。说出这样的谎言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在我晕倒的时候，我的前夫希望我流产，却是顾和之救了我的命。我没兴趣骗你。这么巧啊！顾先生，表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表哥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顾玉森还有个姓顾的表弟？对啊，你们怎么会认识啊？他是我前夫。哦，你们是一家人。连孝顺公婆都做不到，怎么可能是一家人？你怕是搞错了情况。以前公婆说的话，我只有尊重，甚至处处考虑他们。可他就是这么说我的。周小姐，表哥最近工作有点忙，所以才会说这样的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倒也不是，他现在有了喜欢的人，我就应该让位。你们即使离婚了，也没要娶谁，何必气他？没有官宣，不代表不官宣。之前要不是南希出国了，我也不会娶她。谁知道这个女人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处处算计南希。我就没见过这么恶毒的女人。你这话过分了。这就过分了，这还不及她做的恶心事的1%呢。随时，对不起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表哥这样说，我难道就会相信吗？有时候越想保护一个人，可能要伤他越深呢。就他？你想多了吧？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周小姐，我可以追求你吗？我不瞒你说，我对周小姐一见钟情。现在你和表哥已经离婚了，我想我可以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幸福。好。他不适合你。我爱就合适。霍先生管的未免也太宽了。你觉得顾家会接受一个本身就劣迹斑斑的二婚女人吗？这就是我的事儿了。只要表哥对周小姐已经放下了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还是说霍先生嫉妒我？顾先生，我们走吧。周岁时，你非要让我把那些话都说出来吗？你之前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，现在我不要你了，你就又去缠上了顾和之。霍玉森，你无耻！到底是谁无耻啊？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，还想跟我的表弟结婚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表哥，你这话过分了。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，你就这么上赶着当接盘侠？别装了，我早就已经识破你的诡计了。他这样很可能一尸两命啊！你不管。你如果真的想娶这个女人，就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流掉。我是不会让我的孩子跟其他人姓的。霍玉森，你以为我真看不出破吗？表哥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俩，你放心。
霍雨森，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刚才周岁时突然晕倒，被顾河这送去医院了。你也去一趟。什么？霍雨森，是不是你这个混蛋又气他？别让人知道是我给你打的电话，要不然我让你赵家一夜消失。霍雨森，你瞎什么疯啊？霍雨森，早晚弄死你！不要，不要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周岁时，没想到你在霍玉森的心里这么重要，那我该怎么对你呢？不要！怎么醒了？我你以为我表哥去那晕倒，还好我及时带你来医院，孩子没事情。谢谢你啊！你以为我今天客气什么？我不仅要谢谢你这个，还要谢谢你帮我演戏气他。所以呢，气到了没？还是我太幼稚，人家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也许是那个事太上头了吧。你们两个婚姻关系一直都这么长吗？其实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还挺好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心了。差不多是什么时候？差不多是2年半前吧，我记不清了。2年半，果然是这个时间段。魏森，我终于有你的软肋了。其实你真的觉得我在陪你演戏？毕竟啊，我是多次出演。你其实霍雨森有一句话说的对，我是一个2婚女人，又怀着孕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你不必那么排斥我，我可以慢慢接触。到时候你孩子生下来，我会把他当做亲生的来养。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偷听。没关系，刚好你是她闺蜜，我谢谢她。没问题。包在我身上，我觉得你比霍雨森那个渣男强太多了。欢欢，你现在有没有哪不舒服啊？放心，我已经让医生给她做了全面检查，当时只是情绪波动太大，现在好好养胎就没问题了。那就好了。死渣男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倒也不急，不如想想把我怎么追我的心上人吧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顾先生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想逗我这个孕妇开心，但你不用这样做的。我也不能不是自知之明想要嫁给你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感情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，况且我觉得我娶到你才是我的3生有幸。顾先生，你就别调侃我了。没事儿，我会给你空间，请好好休息。啊，你放心去，这有我呢。走了。欢欢，你是因为我迟迟没有回来，所以才来医院找我的吗？是霍雨森给我打电话了。什么？霍雨森给你打电话？对啊，就那个混蛋给我打的电话。怎么了吗？霍雨森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？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不至于这么缺德吧？他今天当着顾河志的面把我本地的一无是处，更不允许我生下孩子，他怎么可能叫你帮我？他还交代我这件事不许说出去，否则他就让我赵家一夜消失。哎，奇怪，到底是哪里？管他呢，他爱怎样怎样。反正只要你把我的干儿子或者干女儿平平安安的生下来，这样我赵焕就有后了。好，我向你保证，等他生下来，让他第一句话就喊你干妈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，我觉得霍玉森这次回来，说不定还是冲着你来的。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不管他想做什么，只要他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就跟他拼命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站你这边。到时候我打死他。
表哥，到现在都好像没有跟我说一声恭喜。一条走狗也配得到恭喜2个字？你就不怕我将他虐死？你说他肚子里的孩子能在我手上撑过几天？想用这件事情来威胁我，顾和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就只有这点本事啊？我手段多的是，就是把周岁时挑中。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剧情怎么样？我保证做得体面。我可没兴趣关心你们这些破衫。是吗？你不会演戏，你爱周岁时。试用这些，你觉得真有用？没有用吗？也行，我就将它当做你的软肋吧。跟着孟子期，你只会尸骨无存。我给你一个回头的机会，我不会动你一脚。表哥，你有没有听见你在说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有实话跟你说了。霍氏不出2天就要被除名了，做好准备吧。是吗？好了，不聊了，我要去给他准备惊喜，为他培养感情。开车。霍总，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了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霍总，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了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贸然行动只会让碎石陷入绝境。那我们要把夫人接回来吗？顾和之应该这2天就会动手。霍总，孟子期已经安排人接触我们客户了，需要安排人去阻止吗？他比我想象中的更沉不住气。那我们现在按原计划走，主动给他提供客户的资料，并且向外放出消息，说我们霍氏不准备和他们续约。是。那顾和之这边，他收了孟子期的好处，当了狗，切断顾家的几条利益线。明白。赛赛，检查结果都出来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可以出院了。好。哦，看来某人给某人送花来了。鲜花配美人，喜欢吗？只是一束花而已，朱小姐也不肯收下吗？没有，让你破费了。谢谢你。我知道我附近有家不错的餐厅，晚上一起。我说要追求你的事情是认真的，你可以给我一次考验的机会。哦，对，赛赛，不就一顿饭吗？你就当做是跟普通朋友。也对，顾先生救了我这么多次，请顿饭是应该的。这顿饭我来请，你千万别跟我抢。接下来的礼物，周岁时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电梯坏了啊！那要不我们走楼梯吧？不行，你现在大着肚子呢，万一走楼梯摔了呢？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。我之所以来这么多次医院，都是因为霍雨思影响我的情绪。宝宝，还是你健康。还是听赵小姐的吧，她也是为你好。我们时间没那么紧。那好吧，我们再等等。半个小时了，还没修好，真敢是。反正楼层也不高，要不我们走下去吧？那就听你的。不过你现在还怀着孕呢，要小心。好。你他妈放手！这可是楼梯，管你楼不楼梯，今天你必须还钱，不然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我再对你不客气了。怎么了？这年头欠钱的还有理了？我看你怎么不客气啊！你他妈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
志宇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太谢谢你了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没事。这位兄弟，你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我们有重谢。举手之劳罢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难道只是巧合？周小姐，要不要重新检查一下？不用了。你俩瞎呀？没看到这种孕妇是吧？出事你们负责。哎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没怎么办？霍总，周小姐没事，从现在开始，贴身保护周律师，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是。碎碎，昨晚顾和志可太浪漫了，他居然带你去情侣餐厅，哎，搞得我成了个大灯泡。你说，怎么就没男人这么对我呢？我只是拿他当普通朋友。碎碎，我觉得你可以看顾和志的表现，考虑给他个机会。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，他都比那个死渣男好千万倍。欢欢，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，我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生下来。好，不考虑。走，小心头。通知霍雨森了吗？您放心，他已经知道我们要撞死周碎石了。今天这样的情况，霍雨森还有心情和孟子琪对着干吗？顾总，好像有人比我们先撞了。走吧，孟总那边马上就要动手了，不如我们抓住周碎石，威胁霍雨森。执行 B 计划，记住留周碎石活口，他是我们手上唯二有用的棋子。你们是怎么开车的？这么宽马路也能撞到我车？怎么是你？这次车祸你们主责必须赔偿，看把我车撞什么样了。你这人昨天看着还挺有礼貌的，今天你张嘴就来是，明明就是你撞的我们。你们不想赔偿逃避责任，那我只能找警察了。那就让警察判定责任吧。你好，你们谁报的案？然同志，他们撞我车不想赔偿，你必须把这样人抓到警察局，给他们一点教训。是你这个人怎么？霍总，还希望你们再快一点，我不知道能撑多久。我们在门口守了一晚上了，周碎石怎么还不出来？我们会不会被耍了？我得通知顾总。你为什么把我带来这里？我现在应该在警察局处理交通事故。难道车祸的事情和霍玉森有关？你再稍微等一会儿吧，事情马上结束了。在此之前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想说什么啊？你先坐下休息会儿吧。霍玉森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没时间陪你玩这些无聊的把戏，让开。这些事情我以后会和你解释的，但是现在你不可以离开办公室。你想囚禁我？你有什么资格囚禁我的自由？我这是在保护你。我不需要，我只知道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看你。放开我，霍玉森，你又想发什么疯？我说了，你现在不能出去，只有在这里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要害我？是。这个世界上最想害我的人就是你，我不会给你打掉我宝宝的机会。信，
霍总，顾和志已经安排了人在我们子公司闹事，要联合抵制霍氏集团。孟子琪安排了大量舆论热搜通稿，洗脑不知情的网友联合攻击我们。把顾家最后的几根利息全部给我切除。你要对顾和之出手？就因为他对我好，你就要针对他？周小姐，不是。按原计划去做。是。我要做什么事情，自然有我自己的理由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控制好情绪，别伤害到宝宝。你之前对我恶语相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考虑我需要稳定情绪啊？不好了，顾总，我们根本攻不破霍氏集团的防火墙，反而被反向定位了。怎么回事？请来的不都是顶尖的黑客专家吗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我们最重要的几条利益链全部被切断了。你说什么啊？那可是我全部的筹码，没了可就全没了。我们已经被逼上绝路了，顾总。C 计划，赶紧启动 C 计划。霍玉森，你什么时候放我离开？欢欢会担心我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安抚过他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安排一场车祸，就是为了把我绑到这儿？你先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没有办法冷静，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。霍总，南希小姐被绑架了，对方发了一个地址，要您去救她。我知道了。哼，你的心上人被绑架了，赶紧去救他，正好放我走。也行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个心上人。你什么意思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啊！这里很危险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准误判。玉森哥哥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！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？霍玉森，看到你的救命人被我这样虐待，什么感觉？谁要救他，就把霍氏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转给我。不合适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虐待的人是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别装了，事到如今，你真觉得我不敢动手？就算他是我的筹码，我照样可以把他大卸八块，不是吗？不要，玉森哥哥，你快来救救我！玉森哥哥，所谓的救命恩人，不过是他冒领了别人的功劳罢了。正好，你不是一直想找我的软肋吗？他迫不及待的上来冒充，我为什么不顺手推一把？他知道，他原来都知道。不，所以你对南希的好都是装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迷惑我。难道他是真不在意，好让顾和之掉以轻心？你总算聪明了一次了。其实，我真正爱的你，一直都在我身边。所以你带我过来，是为了吸引顾和之的注意力，好趁机救了南希。他怎么可以觉醒到用我交换南希？差点被霍玉森骗过去，他最在乎的果然是南希。霍玉森，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不过你每考虑1秒，这个女人都得多挨上一棍。不要，玉森哥哥，你救救我呀！你救救我呀！不要！玉森哥哥，你难道真的要看着我被活活打死吗？你死了也跟我没关系。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这么嘴硬，继续。
继续打！玉色哥哥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会被活活打死的，玉色哥哥。从你决定要冒充我救命恩人那一刻起，你就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。难道他并不是演戏？他真的不在乎南希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亲眼看着他死吧！拿刀过来。那我就先卸他一条胳膊。不要不要，玉色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冒充，我没有冒充，都是他，是他在挑拨离间。当时救我的人是碎石。玉三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。我怎么完全不记得？郑重要，我记得不行，你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？这重要吗？原来你一直都知道，你借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周碎石。这是真的吗？是。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，那我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？算笑话。郭雨森，原来你是把我当傻子耍。不过，就算你拿东西当挡箭牌，没有关系。孟子期一起去攻破你们的防火墙了，哈哈哈！最后赢的人还是我，是吗？我忘了告诉你，孟子期啊，已经被警察抓了。你说什么？顾总，我们刚才安排的人已经被抓走了。郭雨森，你竟然毁了我10几年的辛苦谋划！今天我就让你最爱的人死在你面前！给我上！郭雨森，今天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准备好！全都不许动，把手上的东西放下！我也是真的周碎石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南希，你的戏演完了，南家也该破产了，这就是你多次欺负碎石的代价。雨森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雨森哥哥。想要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你的后半生就去监狱里面好好悔悟吧。我雨森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带走。郭雨森，我还没有输，再有10年、20年，我一定把你踩在脚下。只怕你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原来霍玉森之前对我的警告都是真的。但是，我要郑重的跟你道歉。但是，我真的没有变心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谢谢你，一直忍辱负重，为我做了这么多。我不知道你背负了那么多事，我还一直怪你。对不起，这些都是我的错误。所以，之前那个楼梯间服务，还有那个开车撞我的人，都是你安排过来保护我的。是，如果今天你不来我的办公室，那么被绑到这个人就不是你。都怪我。有时我不该知道伪装，我没想到他竟然就是个恶魔。不怪你，是他伪装太好了。所以，这盘棋你下了多久？从我发现孟子琪的眼睛开始，我就已经在处理这些事情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
我可以和你一起分担的呀。真是，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。我真疯了，我很害怕把你拖进这个危险的漩涡当中。其实，当我看到你痛哭流泪，我又何尝不是心中刀刻？幸好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只是我让你受的那些伤害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都是因为我恨你。我一定会加倍补偿你的。我现在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生下来。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伤害宝宝，甚至我总是在想，他是不是生你，是像你，还是像我？还有4个月，我们的宝宝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此时，你愿意原谅我，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愿意。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霍雨森，碎碎在里面可是在给你闯鬼门关，你要是以后对他不好，不会放过你。但是我此生的挚爱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他的。恭喜霍太太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母子平安。太好了，我甄嬛有后了。医生，我老婆呢？产妇马上就被推出来了。老婆，你辛苦了。孩子呢？我想见见他们。孩子被护士抱走了，你放心，他们都很健康。那就好。老婆，这个呢，是我让营养师特别为你炖的汤，你先喝一点，补充您体力。没想到你还挺暖心的嘛，以前是我对你有诸多误会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嫁给他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你俩是不把我当人，纯当狗虐了是吧？你才是我的嫡长龟。这是老婆，余生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守护你们母子3人，你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了。那如果是我爸呢？他已经被我打发走了，不会再来打扰你。我马医师，他不会再来干涉我们的一切了。不错，孺子可教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也爱你。